F-16击落苏30 SM 战机，乌军无人机穿透莫斯科防空系统，摧毁伊朗援俄弹药库，并再创飞行纪录，奔袭2000公里打击摩尔曼斯克。库尔斯克战报，俄军反攻持续，并正从哈尔科夫调兵。乌克兰战场，乌军反击取得预期效果，俄军推进几乎停滞。在节目最后，火力军开设了新栏目，栏目的名字由各位来想。精彩资讯即将开始。9月11日报道称，俄军一架苏30战机携带6枚导弹，趁夜色与苏35一起，从克拉斯达诺尔地区克雷姆斯克的机场起飞，偷偷对乌克兰本土敖德萨发动了导弹袭击。不过，在其发射4枚导弹后，突然在黑海上空从乌军监视雷达上消失。对此，乌克兰频道称，这可能是乌军 F-16发射 AM-120 空空导弹将其击落。而乌俄官方目前均未对坠毁的苏30 SM 战机作出回应。但据克里米亚老兵频道报道称，俄军已出动米8和卡27直升机等展开搜索行动，并在坠机地点附近发现了3公里长的油坑和飞机碎片。事件更详细的细节，相信很快就会知晓。喷火龙刚问世不久，乌军全新改版的能搭载 RPG 火箭发射器的无人机也登上了战场舞台，并且有可能参与了11日凌晨对莫斯科发动的那场自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据悉，乌军出动150架无人机，袭击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大城市。其中，在莫斯科郊区拉明斯克镇附近，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军61991军事基地，并摧毁了存放伊朗导弹的仓库。弹药型号包括刚刚运来的法塔赫360弹道导弹。之前，伊朗外交部曾否认向俄军提供导弹，但包括乌克兰和美国方面的情报部门都明确了此事，并对伊朗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强调，俄军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就会对乌克兰使用伊朗的弹道导弹。还好现在这些弹药被乌军摧毁。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乌军全新改版的能搭载 RPG 火箭发射器的无人机，本次穿越莫斯科防空网的基本都是乌克兰版的沙赫德，即复仇女神攻击无人机。据悉，复仇女神攻击无人机于2022年10月开发成功，2023年11月正式量产和配装，其可飞行超过1000公里，有效载荷为50公斤，可从路面良好的高速公路上发射，加上其在价格、质量、射程、准确性上的综合优势，目前正备包括乌克兰特种部队、特警队以及乌克兰空军等部队装备。同时，这也是乌克兰选择用它来袭击莫斯科的原因之一。而复仇女神攻击无人机也不负众望，突破了俄军的防空网，并击中多个目标。除了刚才提到的存放伊朗导弹仓库外，据开源情报称，位于莫斯科州的茹科夫斯基国际机场和胜利公园附近也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目前暂时还不清楚袭击的成果，但乌军的袭击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俄罗斯官方媒体已经掩藏不住真相了。这次袭击其没有再淡化乌军的战果，俄媒首次报道了莫斯科发生爆炸并有人死亡，乌军空袭和库尔斯克行动一起将克里姆林宫所谓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的谎言碾得粉碎。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边境930公里的奥伦堡州和距离边境约2000公里的摩尔曼斯克州，这又是典型的远程打击。俄媒塔斯社报道，奥伦堡州加西诺天然气田的一条管道在遇袭后爆炸，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摩尔曼斯克州则因乌军无人机袭击关闭了2座机场，该州州长安德烈奇比斯也表示，该地区的防空系统已进入运行状态。不得不说，乌军无人机真的是飞得越来越远了。在库尔斯克战场，9月11日，俄军反攻持续，并正从哈尔科夫等乌东战线撤兵。据悉，其已将第47坦克师、第44军和第11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转移到了库尔斯克。在格鲁什科夫斯基区，俄军第155海军陆战旅和第51近卫伞兵和空降团继续在戈尔杰耶夫卡、斯纳戈斯特县发动反攻，尤其是在斯纳戈斯特村北部，俄第51空降团出动至少8辆坦克和装甲车，组成装甲纵队，对斯纳戈斯特北部的乌军阵地发起了攻击。同时，俄军还以斯纳戈斯特村为核心向周围推进，其在西北方向相继拿下克拉斯诺科迪亚、布斯科耶、科马罗夫卡和维什涅夫卡村，在西南方阿帕纳索夫卡和什月村。在东南方向，俄军与乌军第103旅展开激战，目前俄军已推进至奥布霍夫卡村，战斗仍在继续。在南方推进并占领了比亚霍沃、维涅扎普诺耶和戈尔杰夫卡，
乌军方面，据报告显示，乌军在俄军最初反攻结束后，已经开始对斯纳格斯特西侧的俄军发起进攻，目前正在库尔巴基附近行动。俄军事博主还声称，乌军还在对梅德韦日耶附近进行小规模的机械化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军已摧毁桥梁，但俄军还是让其装甲部队顺利渡过了塞姆河。据悉，为了这次反击，俄军在塞姆河上至少搭起来3座新浮桥。当然，乌军也在利用无人机、导弹摧毁塞姆河浮桥，双方处于你搭我毁的节奏。此外，在克列涅沃方向，一位俄军事博主声称，俄第200摩托化步枪旅占领了奥尔戈夫卡村。在蒂戈夫方向，乌军的进攻则迫使库尔斯克核电站关闭了边境运输。据当地州长表示，核电站附近的整个工业区都封锁了交通，以提高安全措施等级。在苏贾方向，俄军在夺回博尔基地区后，再次并迫使乌军队从斯帕诺埃撤军。对于此次俄军反攻 ，SW 分析频道认为，俄军可能是想将库尔斯克乌军一分为二，在打破乌军包围圈的同时，一点一点将乌军赶出俄罗斯领土。之所以选择在库尔斯克西部反击，主要是因为该方向的交通更加便利，拿下这里便可在获得有利战术位置的同时，最大限度阻断乌军的后勤路线，从而为克列涅沃和苏贾的大规模反击提供有利条件。截至目前，乌军所占领的库尔斯克领土面积已缩减至951.76平方公里。由于俄军的反击规模尚不清楚，战场局势也不稳定，因此现在对俄军的新一轮反击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火力军将持续进行关注。接下来再来看乌东前线的战场，乌军反击取得预期效果，俄军推进几乎停滞。在哈尔科夫前线，过去24小时，乌军第92旅第2突击营在 BTR-4 装甲车的火力支援下，突袭并夺取了位于赫里伯克村的俄军阵地。之后，在更北的斯特里列恰村驻守的俄军派出多辆装甲车前来进攻乌军第92旅的阵地。结果，这些辆俄军装甲车即使都装有反无人机的栅栏，但还是被92旅的无人机给点了。据悉，乌军第92突击旅用 FPV 无人机在利普奇至赫里伯克地区摧毁了俄军1辆 BMP、1辆箱型车，击中2辆 LAT 车辆、1辆 Ura 4320卡车以及1门2B9迫击炮。此外，据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维塔利·萨兰采夫上校指出，由于俄军缺乏装甲武器，目前正使用摩托车和全地形车等轻型车辆来维持对沃夫昌斯克等地的进攻。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进攻依然最为频繁，但显然也是强弩之末。结合其在库尔斯克的反攻，给火力军一种2选1的即视感。有俄士兵在博客中表示，由于需要不断推进，红军村方向的俄进攻部队的风险很高，而乌军仍保留着夺取主动权的能力。这名士兵还说，由于兵力不足，俄无人机操作员也再次被派到前线进行人肉袭击。目前红军村方向的战况如下：在格罗奇夫卡方向，俄军在占领该镇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后，乌军果断选择撤退至茹拉夫卡河后面，利用自然屏障来防御。在利西夫卡，9月11日，有俄方消息称，俄军在利西夫卡市中心升起了一面旗帜。俄军事博主称，俄第114摩托化步枪旅可能已经占领了该据点。在马里尼夫卡，9月10日时，据战役地图显示，俄军正在该村西部的田野中推进，也有部分俄军正试图绕过这里，向更南端推进。不过过程中遭到了乌军坦克的密集炮击，乌军正使用俄军熟悉的钢铁洪流挫败了俄军。如乌军第71狩猎游骑兵旅甚至用无人机载荷炸弹摧毁了俄军步兵的一个集结点。在谢底杜河，俄方消息称，俄罗斯第114旅已从东部挺进乌克兰斯克，并推进至乌克兰斯克北部，实现对该镇的3面包围。不过该消息有待进一步证实。在赫尼克北部，乌俄双方展开激战。要知道，赫尼克位于战术高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谁若掌控这里，谁就能加强对周围区域的监控。在弗勒达，俄军加大了对科斯加特尼夫卡、福迪安以及弗勒达本身的进攻，该方向的情况依然不是很好。值得注意的是，在11日战斗中，俄军对沙赫塔村展开了大规模炮击，其可能预示俄军的进攻路线。至于赫尔松和更南的克里米亚方向，战线没有变化，前者乌军打击了赫尔松卡蒂俄军阵地，后者乌军出动至少8艘重骑快艇，对黑海俄军控制的 KRYM-2 钻井平台展开袭击。据乌克兰联合空军战略司令部9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乌军造成俄军死伤1140人，摧毁了2辆坦克、13辆装甲车、56门火炮系统。据多方媒体报道，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又有了新进展。他于9月7日对外宣称，
预计会在2026年向火星试射不载人的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如果一切顺利，将计划在4年内进行星舰的首次载人探测火星任务。此前，马斯克表示，星舰是地球上第一支可完全重复使用的火箭，它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突推器，第二级是长约50米可重复利用的星舰飞船，拥有超100吨的负重载荷，能够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和火星的。而且在今年6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已证实，星舰完成了第4次试飞，该理论上已具备登上火星的可能。另外，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马斯克尚未实现登陆火星，但是这已经只是 SpaceX 公司的科研人员在研究火星城市的设计细节了。其中的一个科研团队正在为小型圆顶封闭式城市制定计划，另一个团队正在研究对抗火星恶劣环境的宇航服，还有一个医疗小组正在研究人类能否在火星上生育。据美国《星条旗报》9月9日报道，美陆战队为保护炮兵时代射击训练时可能会因武器爆震和噪音而造成伤害，现已采用60毫米迫击炮 M224 模拟器、81毫米迫击炮 M252 模拟机等来进行训练。这些模拟器所使用瞄具和脚架的外观重量均和实际炮组完全相同，而且为了能够完全营造出与时代射击训练相同的模拟环境，美陆战队还提供了相关装甲及武器系统的仿真套件，并搭配有高度拟真的屏幕画面，再加上模拟器还可加装夜视镜，能够模拟夜间作战流程。炮兵根本无需前往实际场，也可有效进行射击训练，且不用担心实弹操作带来的相关风险。目前，美陆战队已将这些模拟系统投入到各大主要营区进行使用，包括加州彭尔顿营、夏威夷陆战队基地、北卡罗来纳州勒江营、冲绳汉森营，以及第29棕榈村陆战队空地作战中心。据韩联社报道，9月12日，朝鲜从平壤地区朝东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在飞行约360公里后落入东海。韩国军方表示，这是朝鲜时隔73天后再度发射导弹，而且韩国军方还指出，朝鲜经常将其位于咸镜北道济州郡附近的一个小岛作为短程弹道导弹发射的目标。由于此地距离平壤360公里，因此若是朝鲜将发射台目标锁向韩国，那么包括首尔、基隆市、青州市等在内的主要军事设施所在城市都在朝鲜导弹的射程圈之内。为保护韩国免受威胁，韩军将会加强监视和警戒的力度，并将与美国、日本协商如何应对朝鲜高频次发射导弹等问题。另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也于近期侦测到朝鲜疑似向其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不过朝鲜方面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具体消息有待验证。据路透社9月11日报道，由于埃及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双方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已决定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外，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还会免除2.25亿美元的埃及人权条件认证要求，理由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据战区9月10日报道，美国研发出了一款新型无人机，名为 RES， 它由2具涡轮发动机提供动力，机身两侧各有一具，并采用倾斜导管风扇设计，可以产生强劲的升力，以便垂直起降。在水平飞行时，风扇会倾斜提供前进的动力。这种设计结合了直升机和定翼机的优点，让 RES 既能灵活起降，又能快速飞行。9月6日 ，RES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埃辛顿完成首飞。在首飞测试中 ，RES 成功完成了垂直起飞，并持续悬停约1分钟后降落。随后，工程师在其机身下方加装美陆军的多功能移动模块，接着又进行了第2次悬停测试，同样获得成功。M4拥有巨大的内部空间，可以运输伤员、士兵或货物，能够让 RES 从无人机变身为运输机。而且按照美军设想，未来 RES 还可以进行整体升级。在动力方面，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采用不同的动力系统，例如电力混合动力，甚至是氢燃料电池。在加装挂载模块方面，后续还可搭载其他模块，例如医疗设备、通讯系统、雷达等，使其成为多功能的空中平台。据美国《星条旗报》9月11日报道，早在乌俄战争初期，俄罗斯为封锁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业务，曾在黑海部署大量水雷，
直到乌军以无人武器重创黑海舰队之后，俄罗斯才减缓了封锁力度。但此前布下的水雷并没有撤出，为确保北约海域的安全，美军侦察机已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水域上空进行了超过1年的侦察飞行。目前经美国海军第6舰队证实，在黑海上已发现105枚俄军部署的漂流水雷。第6舰队指挥官伊西表示，这些水雷对黑海国际商业航道以及周围海岸地区民众构成巨大且长期的威胁。为了解决此项隐患，美国正协同北约盟国加强反水雷能力。古有虎王奏 M4， 今有 M1 浴血池。欢迎收看《不平等对战》第2期。上一期 M1 艾布拉姆斯挑战 T-34， M1 英勇夺冠，所以本期挑战仍是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而被挑战方是曾在2战中驰骋沙场，令美军谈虎色变的风云战车20辆虎王式重型坦克。哎，对，你没听错，确实是20辆虎王，并且我们为他们88招牌主炮装备了恐怖的 APHE，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一发炮弹击穿了 M1， 炮弹将从内部引起剧烈爆炸，就好像开罐头一样啊。同时虎王的88炮可不像 T-34 的76炮一样软弱无力，正所谓高炮放平军事法庭，任何低效的防空武器都是高效的反装甲怪物。好了，话不多说，交战开始。由于本次敌方是20辆虎王坦克， M1 显得格外慎重，看这份恐惧应该是从主上传下来的。他准备从远处来进攻，从而减轻虎王的直击。好， M1 率先冲出围墙，机枪定位，被攻击的虎王还没回过神来，就吃了一发钢针贯体，哎，直接屁股开花。好，到位，旗开得胜。 M1 见好就收，后退2步，怂一下，好像没人理你啊，那你还不抓紧再来一发？哎呦呦，这一炮直接让对面虎王原地爆炸呀！剩余虎王已经察觉到了 M1 的威胁，开始纷纷炮击。可惜啊，贫有装甲就如同在说哈哈哈，来活啦！挡下虎王所有的炮弹， M1 继续还击。看得出来，本次 M1 炮手格外犀利，每次都能打到虎王的弹药架，一炮一个，炮炮开罐。不过得意的 M1 还是太得意了，他似乎忘了对面还有10几辆虎王在等着他，他一头扎进了虎王的火力区，完了，被集火了。哎呀，赶紧放烟幕弹呐！哎，报告长官啊，烟幕弹已投放，但是左侧的烟幕弹被打爆了几个，我们的烟幕弹所剩无几。好消息是我们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对，那跑什么呀？重整旗鼓，再次出击。这一炮没打透，好像命中了虎王手上，但是被弹开了。他妈的！慌乱中开炮可不是好习惯呢。现在 M1 退到了围栏处，看样子必须上前一搏。这不就是当头棒喝吗？这刚准备硬气一把，又被打瘪了。感觉今天的 M1 好像没吃饱。放烟幕干啥呀？敌人可以盲射你呀！虎王的穿甲弹打到 M1 头上全是火星，我估计这时候车里的成员已经骂得震耳欲聋了，用完了最后一颗烟幕弹来掩护自己修复履带，准备拼死一搏。浓烟还未完全散去， M1 就当了一把严重恶鬼，一炮让对面虎王的装甲直接乌鸦做飞机。走位，走位！寻找更好的角度进攻是一个资深坦克的基本战术。M1 通过地形高坡挡住了部分车体，摸到了虎王车队的侧面。这种伏击的感觉是不是很爽啊？通过侧方进攻，对面虎王被连连开罐，对面虎王所剩无几。为了安全起见， M1 还是选择了观察一下是否有所遗漏。果不其然，还有4辆虎王处于交叉火力位置。M1 优先选择拆掉右边的火力点，2炮解除，直接突击，开足马力。我撞，哎，我怎么感觉这一撞自己有点懵？这一炮回去送他修车吧。最后这辆虎王怎么不会动呢？哦，一定是炮塔卡住了。飞喽！恭喜挑战方 M1 艾布拉姆斯再次获得胜利。感谢收看本期节目，观看更多不平等对战，请订阅我的频道。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